好，我们今天再来画一幅这个紫藤。那紫藤的话，我们还是一样用这个玫瑰红和这个太青蓝还有胭脂这3种颜色来画这个花。我们现在在后面的课程中，我们就不用每一次都去做这个分解了，因为前面课程里面这个花叶子还有这个花还有这个枝干都有做过分解的。那我们先来画这个花啊，这个花带有一点点紫色。我们今天用的还是这个4尺撕开的这个纸，4尺撕开的纸啊。然后这朵花我们先把它画到这个位置，先画下面的这个小花苞，这么去点它。那这个紫色是比较深一点的。我们还要用一些这个，要用到一些这个太白。好，这个花慢慢的大，从小慢慢的变大。那我们再来一点太白进来，我们在上面浅色的花瓣上会调一些太白。画这个花瓣的时候还是一样，要有大有小的这种变化，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在。好，笔上干了，浇一点水，还是一样，调一点太白，调一点玫瑰红，调一点太青蓝。到上面的这个花瓣，我们可以反笔来画，反笔来画，画出大小不一样的这种花瓣来，有大有小，有变化。这一串花让它长得很茂盛，很多。然后我们再来调整一下这个花型。这里让它跳出几个花瓣来。让它有一点不要太平均了。好，这个下面这个深色的地方，我们也掺一点这种浅色的进来，让它有这个颜色上有一些这种呼应。浅色里面我们也掺一些这种深色的来。这一串花就让它很茂盛。加一点颜色啊，加一点这种玫瑰红还有太青蓝一起的颜色。
有些地方加深一点。有一些地方我们稍微的把它加深一点点。好，我们另外再调一个颜色，调一个这个画这个嫩叶子的颜色。嫩叶我们还是用这个三绿、藤黄、朱标还有胭脂。藤黄、三绿。朱标、胭脂，那么用这个藤黄调三绿，调一点点这个朱标，笔尖蘸一点胭脂，画出它的这个花的这个花柄。不要太干了，太干了就画不动了。让它露出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画上它的小花托，小花托还是用一样的颜色。这个花托不用全部画啊。我们挑一些地方画，让它也在这个画面上也有一个这个疏密的这种关系在。好，就画这么多，不要全部都画。然后我们在这朵花上蘸一下这个太白。把这个太白稍微的调一点点，调淡一点点，趁这个湿，其实太浓了一点点啊。调稀一点，不要太湿了。蘸了太白之后，我们点一下这个藤黄，调一点藤黄和这个太白一起啊，不要太黄了，让藤黄和太白一起。但我们点的时候也是一样，要有这个疏密关系，不要全部每个地方都点，就点这么多就可以了。好了，这一串花就这样子就可以了。每一次我们画这个花的颜色都稍微说有一点点这个区别啊。这里来一串花，那我们先把这个叶子画上。我们画这个紫藤花的这个叶子，老叶子还是一样，用这个也是一样，用的是这个跟牡丹花一样的，用花青加藤黄。这个是花青啊。花青，然后加上这个藤黄，用花青调藤黄，花青还少了一点点啊，再来一点花青。
花青加藤黄加墨来画这个老叶子。看这个花青加藤黄，它变得有点蓝绿的，藤黄多一点，它的颜色就会更深一些。然后我们画叶子的时候，笔尖再蘸这个浓墨，蘸墨来画。看一下哪里需要画一串叶子，我们先来这些地方，我们先来画一组叶子。中间这一片啊，这个叶子画的时候要有大有小啊。另外一边的这个叶子，我们只看到一点点。我们还是先把这个嫩叶，把这个叶子的这个叶杆先画出来。好，这里来一串，这里来一串，这样它有一点参差。这里很多叶子，这一些叶子不知道从哪里出来的，反正有很多啊。这里有一串叶子，好，这里很多叶子从这个其他地方长出来，这里也来一组。好，大概叶子安排好了，我们就直接画了。笔尖要蘸这个浓墨。那这里有很多叶子，很密，有很多枝干，我们直接把它遮住就可以了。也不知道有多少啊，里面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反正是很多很多的，很密的。这有大有小。那这后面的这一组也是往后面来了，往后面垂下来。这里也是一样，从后面垂下来的这一组叶子。直接把这里加满。好，我们后面这些叶子我们稍微的要淡一点点，越到上面我们叶子越来越淡。那有些叶子我们这里是看得到的啊，来加点水。这些都是比较淡一些的叶子组合。这边有很多很密的叶子，那么这边我们来一些这种嫩叶，嫩叶还是一样用这个三绿藤黄珠标胭脂，这里直接来一组这个嫩叶。好，这里来一组嫩叶。这里又来一组嫩叶子。来，再看一下下面这里，
先来一组这个深色的叶子，来带一点墨汁，先带倒一点墨水。先来一组深色的叶子，这里加一点点墨啊，笔尖沾一点点墨。让这叶子有一些这种穿插的这种感觉啊，不要太平均了。这后面的层次，那它后面这里还有一层。好，这里又来一组这个嫩叶，让这个嫩叶和这个老叶子相结合。好，这个叶子很多，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叶子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哪里去补充花。好，我们先在这个地方先补充一串花啊，在这个上面地方先补充一串花。那这一串花我们就要画淡一点了，一定要很淡很淡啊。从下面开始就已经是淡的了。颜色要淡啊，它是一个就是比较远景的一个层次。但后面的课程主要就是示范，前面我们把这个细节的东西都已经讲得非常细致了，所以大家到最后我们就看示范。稍微的颜色调浓了一点点。好，这样简单的来一串就可以了。还是一样，我们要来一个这个老枝干，把它串起来。来，简单的画一些花托。这个远处的基本上不是太清楚，这些花托也不用看得太清楚，隐隐约约的就可以了。所以说一幅画里面要有这个虚实的这种关系，这个就是虚的地方。虚的地方这个叶子也是一样啊，是比较淡一些的。拿一些小叶子组合。那我们现在画一个老枝干，把它串起来，然后再去补充。老枝干直接用这个墨
直接用这个墨，看一下这个枝干从哪里出来，从这里上去，来有一个这个穿插的。沾点墨啊，这个枝干要有这种对比，点一些这种墨点，然后这个枝干稍微的去把它调整一下，整理一下。这种有浓有淡有枯的这种变化。看一下哪里啊？一些小的这种藤之类的，从这里铲过来的，它跟这一支不是一支啊，跟这一支不是一支。这里看一下这一支要不要再加下来？这里多一些这种藤上来，让这里这个藤显得比较多，比较丰富。好，这个上面也要接上去啊。这里看一下从哪里接上去。接上去的时候，我们颜色稍微的淡一点点，墨稍微淡一点点，虚一点点，从这里接上来。这一个又从这里出来一个下来，穿上去。其实你也不用去管它是从哪里出来的，反正它紫藤的它藤就是这样子，就是它特别多，你都不知道，你也分不清从哪里穿过来。我看一下哪里再加一些这种紫藤进去。
这里可以加一个小的藤啊，加不加都可以，其实我们加一个更好，加一个小嫩藤，来一点藤黄，藤黄没有。藤黄3粒，这是不是猪标胭脂？这个从这里来一个小的细节。那既然有小的，我们要有一些小嫩叶。这边2组，这边1组。来个小紫藤。好，来画一个小紫藤在这边。小紫藤我们可以稍微的红一点点。好，这里来一串小小的小紫藤。再来观察一下这个画面啊，来把这个叶茎勾一下，这个叶茎用这个稍微浓一点的这个墨来勾。但不要勾得太深了，太跳了，不需要勾得太多。随意的勾啊，一片叶子上勾个2、3下就可以了，可能勾中间一条线就够了。像这些，特别是这些淡的啊，那个更淡的就不用勾了。然后这个嫩叶我们用胭脂，这个地方就勾中间这一下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加一些层次，像这些地方有一些白的地方，我们再来把它填满它，不要留白。来一些这种淡的层次。这边伸出来一点点这个淡叶的层次。
总之，让这里稍微的显得密一点点就可以了。后面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让它密，打一些水点上去。然后这一幅作品就简单的一幅大、中、小三串花的这种对比，这种有跳出来的东西，有大的组合，有中的组合，还有更小的组合，这种对比关系也有了，画面感。这幅作品就比较前面的作品就稍微的说要稍微的大意一点点，大写意一点点，因为我们学到后面去，越来越要看一下这个作品的，就不能说每次全部都画得很细致，要有各种各样的都有画，稍微的大一点的也要画一下。这个笔不小心弄到一点颜色了，不影响。这个不小心弄到一点颜色，我们顺便在这里加一点东西吧，加一点层次，加一串小花在这里。那这里从这里出来一串小的花，就这样吧，来一串小小的。让它上面感觉上面还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画面。来横着看一下前屏，看一下这幅画的前屏。这幅画这幅紫藤就这样子完成。